大家好，这个影片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我所认识的 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y 目录服务。最近因为要在 Azure 上面布建 WVD 环境的关系，会使用到 Azure Active Directory 服务。除此之外，也会跟地端的 AD 环境整合。而在 Azure 上面，微软除了提供 Azure Active Directory 服务之外，还提供了叫做 Azure Active Directory Domain Services 的服务。对于刚接触 Azure 的人来说，这两个服务到底有什么差别？提供哪些功能？容易搞不清楚，造成混淆。所以对于部署 WVD 环境有关系，或者是需要导入 Office 365，甚至是建立混合云的话，首先就必须要清楚的了解这些服务的功能与限制是什么，才能够规划在 Azure 上面的 Infrastructure。 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目前的 Active Directory 有3个不同的版本。第一个是传统的 Active Directory Domain Services， 一般比较常叫它 AD Domain。 这个是从 Windows NT 开始到 Windows Server 2000大幅改变架构，一直到现在 Windows 2019都被全球 IT 人广泛运用的目录服务。它可以在地端自建 Domain Controller 主机，也可以在 Azure 上面租用 VM 来担任 Domain Controller 的角色。再来是 Azure Active Directory， 平常我们都是用 Azure AD 来称呼它。它可以说是一个用来补足传统 AD Domain 所不能提供的新时代验证机制的服务。最后是 Azure Active Directory Domain Services， 这个我就不知道平常大家是怎么称呼它的，名字这么长，非常的难念，大概就是说 Azure AD Domain Services 或者是 AADDS 吧。那我们来介绍一下这3种 Active Directory 目录服务。传统的 AD Domain 是建立在自己家里的，它是一个基于 DNS、LDAP 等标准的服务，支援 Kerberos、LDAP、NTLM 等验证方式，可以扩充 Schema， 用来提供比如 Exchange 等等其他应用程式运作上的需求。它有阶层式的目录结构，也就是 Organization Unit、OU 组织单位。它可以将使用者账户、电脑账户、群组以及各种物件以 OU 的方式分层管理存放，并且在各阶层的 OU 上面套用 GPO 群组原则来管理这些使用者与电脑的各种物件。再来就是 Azure AD。Azure AD 主要是提供了基于云端的身份验证，所以这种验证方式不需要 touch 到你家里的 Domain Controller， 也就不需要在验证前先建立 VPN 或者是在防火墙上面打洞这类危险的行为。这个服务主要是用来做 Office 365跟其他 Azure 服务的身份验证以及管理用的。它可以储存使用者、群组、应用程式等等物件。它有提供 OAuth 2.0、SAML 2.0、OpenID 等身份验证方式。另外它可以使用 Microsoft Graph 以及 API Management。 如果不知道这2个是什么东西的话，其实也没什么关系，因为我也不知道。再来，它没有 OU 组织单位的分层结构，所以它当然也没有 GPO 群组原则的功能。而基于它是一个提供基于云端身份验证的服务，所以它当然可以跟你的地端 AD 整合，也就是单一租用户验证。租用户是什么呢？这是微软的翻译，它的英文是 Tenant， 意思应该就是指验证账户的来源吧。单一租用户验证只能验证跟你地端 AD Domain 同步过的资源，多租用户验证呢，则是可以扩大到别人家的 Azure AD， 或者是个人版的 Microsoft Account。 这个取决于你在 Azure 上面布建的应用程式所需要的服务范围而定。最后，一个 Azure AD 只能与一个 Azure AD Connect 同步。Azure AD Connect 就是将地端 AD Domain 资料同步到 Azure AD 的工具，不管你是地端的 Single Forest 或者是 Multi Forest， 只要将一个 Azure AD Connect 经过适当的设定，就可以把资料同步上去。但是如果你是 Multi Forest 的话，有更多更复杂的设定需要注意，比如说相同名称的 User Account 或者是 Group 等等，那这些就不在这里讨论。我们来看一个简图，快速了解一下吧。
怎么样？很简单吧？这样就完成了同步，跟吃饭一样简单了。这么简单的事情需要注意哦，除了密码跟群组之外，它只能单向同步。所以如果有新员工到职的时候，千万不要在你的 A9AD 或 Office 365管理界面直接新增账号，要在地端建立，等它同步上 A9AD 之后再去设定相关授权。那有关密码和群组的反向同步是要在 A9AD Connect 里面设定的，就不在这里讨论。接下来看一下名字又臭又长的 Azure Active Directory Domain Services。AADDS 是一种 PaaS 的服务，比较容易理解的概念来说，它就是一种没有主机的 Domain Controller， 它必须要与 A9AD 整合才能够运作，并且它所储存的资料大部分是从 A9AD 同步而来的。这里我说大部分，因为 A9AD 并不会储存电脑物件，也就是说你从地端透过 A9AD Connect 同步到 A9AD 的资料并不会包括电脑物件，所以你如果要在 A9 云端部署的环境需要一个能够储存电脑物件的 Domain Services 的话，你有两个选择。一个呢，就是把 A9 当作你 Domain 的一个 Site， 建立地端与 A9 连线的 Site-to-Site VPN 之后，直接在 A9 上面起一个 VM 作为 Domain Controller 并且做复写。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启用 A9AD Domain Services 的服务了。这两个方式各有优缺点，我们在之后布建 WVD 环境的时候再来谈。那继续看下去，它与传统的 AD Domain 大同小异，支援 Kerberos、LDAP、NDLM 等验证方式。LDAP 的方面只提供 Read Only， 我自己是没有用到 Query 以外的功能啊，所以不会用到 Read Only 以外的权限。如果有用到的话，要稍微注意一下。储存物件的方面会储存使用者账户、电脑账户、群组等等物件，你可以把它当成是跟地端 AD 没有关系的一个 Trust Domain， 只是在这个 Domain 当中，你可以看到地端 AD 的使用者账户跟群组等等物件，其他所有的物件都是跟地端的 AD 没有关系的。那这个 Domain 是一个很特殊的 Domain，没有 Domain Admin， 也没有 Enterprise Admin， 而且如果要用它来做账号登录验证的话，刚开始的时候很可能会出现失败。那如果账号登录验证会失败的话，要它来做什么呢？把它丢垃圾桶就好啦。其实是这样子的，因为它的资料都是从 A9AD 而来，但是 A9AD 天生不会储存 Password Hash， 所以当 A9AD Domain Services 起来之后，虽然有账号，但是并没有密码，所以登录验证一定会失败。那这个问题以后我们会专门做一集来跟大家讲解。剩下要注意的就是它不能扩充 Schema， 也不能做 Trust。 那我们也来看一个简图，快速了解一下吧。怎么样？这也很简单吧？这样就完成了同步，比吃饭还要简单呢。这么简单的事情还是需要注意哦，它也是只能单向同步，而且跟 A9AD 不一样，它完全没有任何反向同步的机制。以刚刚的举例来说，你既然把它当作是 Trusted Domain， 当然是只能把资料拿来用，不能去改的。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三种 Active Directory 整合运作的全貌，这样就完全理解了吧？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几个重要功能的比较表。从这个表我们可以看出来， AD Domain 加上 A9AD 就能完成所有的事情了。那到底要 A9AD Domain Services 做什么呢？如果你是一个新公司，规划不要有任何的地端机房，全部上云端的话，那也许你可以用 A9AD 加上 A9AD Domain Services 就能搞定所有的服务了。But 人生永远就是有这个 But， 如果你有一天要下地端的话，很抱歉，那你就下不来了，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反向同步的机制能够让你下来。所以该怎么选择你需要的架构，就根据你的需求来做吧。希望这个影片能够让你对微软的 Active Directory 有更多的了解，并对于部件 Azure 上的环境有初步的认知。之后我会再慢慢跟大家分享一步一步完成 WVD 环境建制的过程。下次见咯。如果你对于在 Azure 上面建立 WVD 环境有兴趣，别忘了按赞、订阅、小铃铛啊！